这几个恶霸正在欺负一个小姑娘。这时3个骑着自行车的小伙赶到，恶霸想要动手，却是被为首的小伙两脚踢退。小伙刚想反击，被几个官兵拦下。这场架看来是打不成了。正好这个场地正在举办运动会，两人就决定在运动上见个真章。首先是立定跳远，恶霸一下跳了很远，本来很得意，谁知小伙方世玉竟然用轻功一下子就跳到了线外。于是两人开始比拼接力赛，但是方世玉这边人不太够，就想到了自己救的那个姑娘。比赛开始，方世玉的朋友跑得势均力敌，婷婷姑娘却是跑得不快，还摔了一跤。好在接力棒传到了方世玉手中，方世玉直接施展轻功，跑得辫子都飞了起来，用一招草上飞赢得了比赛。方世玉把赢的奖牌送给了婷婷，赢得了婷婷的芳心。而恶霸输了比赛，觉得不甘心，带着人就想揍方世玉，但他们哪里是方世玉的对手，几招便输在了方世玉的手中。可惜动静搞得太大，官兵闻声赶来，把方世玉给带走了。而这场运动会就是一个名叫雷老虎的大款办的，他本来是山东的一个土匪，结了钱后就来到广东发展，可是当地的人却不喜欢他，觉得他就是一个土大款。一旁的师爷谏言，想要在广东发展，就要和当地人打成一片，不如替小姐办个比武招亲，可以快速的融入到当地人中。雷老虎高兴坏了，当即就决定举办比武招亲。隔天，雷老虎摆开场地，为女儿举办比武招亲，还挂起了招牌，上面是拳打广东一省，脚踢苏黄二州。百姓都觉得这口气也太大了。而雷老虎的女儿竟然就是婷婷。雷老虎表示，谁能赢了他的妻子李小环，就能娶他的女儿婷婷。婷婷当然是不愿意的，中途就跑掉了。雷老虎发现后也没办法，只好按着侍女先假装一下。这时方世玉赶到了，直接与杨小环交手。他来此也不是为了娶亲，是因为雷老虎的口气太大，就想教训一下雷老虎。几个回合后，方世玉一脚踢飞李小环，侍女急得掀起盖头大叫一声。方世玉看到后直接被吓坏，他连忙接住李小环，并拿着李小环的脚踢了一下自己，然后方世玉就假装失败，落荒而逃了。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方世玉的母亲苗翠花这里，她听到儿子竟然被人打了，就想为儿子出口气，于是她女扮男装来到擂台，自称为方世玉的哥哥方大玉。两人交战，李小环很快就败了，而李小环竟然对苗翠花产生了感情。苗翠花赢得比赛，却拒绝了娶亲，直接离去。回到家中卸下伪装，正在告诉方世玉事情经过，雷老虎就带人来到方府找方大玉了。而此时苗翠花换回女装，方世玉男扮女装，两人说方大玉已经死了。这个人男扮女装，正在骗自己的老丈人。老丈人十分惊讶，两人直接就想跑。男人方世玉灵巧跑路，可是母亲苗翠花却被官兵擒住。无奈之下，方世玉只好回来。他跳下房梁，正好坐在花轿里。就这样，方世玉被雷老虎的花轿带走了。晚上，知府告诉雷老虎，这强抢民男已经引起公愤，告诫雷老虎要以德服人，让方世玉自愿入住雷家。而雷老虎的以德服人就是先同房后成亲。谁知道新娘竟然掏出了大砍刀，两人打了起来。烛火熄灭，两人都说自己有心上人了。方世玉还以为新娘是之前的侍女，随后独自来到门外坐下。而这时李小环坐在了方世玉的身边，他认为方大玉没死，还写了一封信给方大玉，交给方世玉后就转身离开。隔天夜晚，方世玉准备逃离，路上遇到了婷婷。婷婷说她是个丫鬟，两人互相喜欢，相谈甚欢。这时有人来了，两人就分开跑了。方世玉回到家中，找上了母亲，却发现父亲方德已经坐在了大堂中间。他刚刚知道方世玉结婚的事儿，勃然大怒，但却是送了苗翠花一个礼物，便有事离开了。方德刚离开就下起了大雨，母子二人赶紧出来送伞。在一处染坊发现方德，原来方德竟然是天地会的人，而天地会名册竟然也在方德的手中。突然一伙官兵出现，领头的是名叫鄂尔多的官员，他奉命清剿天地会和寻找天地会名册。他收到消息后就是来抢名册的，双方直接打了起来。鄂尔多直接要擒下方德，方世玉出现救下方德，但很快被官兵围杀。苗翠花也随后出现，和鄂尔多打在一起，母子合力对战鄂尔多，鄂尔多被打懵了。随后苗翠花护送方德离开，由方世玉拖住鄂尔多。鄂尔多通背拳闻名天下，两人拳拳到肉，方世玉被打得越来越痛。经过一番苦战，方世玉不再纠缠，找机会跑路了。在野外遇上父母，现在无处可去，三人来到雷老虎家躲避。
方德一本正经地吹捧雷老虎，雷老虎开心坏了，表示自己就是以德服人，你们赶紧住下来，我要让你们住到服为止。这时婷婷出来了，方世玉这才发现，原来新娘竟然不是侍女，而是自己喜欢的婷婷。雷老虎看到这一幕，就要他们成亲。方德听到后，直接一口茶喷了雷老虎一脸。本来害怕雷老虎发飙，没想到雷老虎竟然以德服人，要方德喷到服为止。隔天夜晚举办婚礼，竟然没人来参加，特别尴尬。这是史上最尴尬的婚礼，竟然没有人来参加。雷老虎正在费解，下人通报知府大人来了。雷老虎高兴坏了，终于有人来了，他赶紧去迎接。没想到知府不是一个人来的，而是带着鄂尔多一块儿来的。方世玉一家当时就想溜。面对鄂尔多，方德和苗翠花做起了鬼脸，苗翠花还拿肉给方世玉挡着，却没想到肉没夹好掉了。鄂尔多愣了，直接掏出火枪。李小环为了救雷老虎中枪倒地，士兵们也纷纷开枪，众人用桌子挡着开始逃离。等到士兵翻开桌子，只剩下一个中弹的方德，于是方德就被抓了，要明天在刑场斩首。第二天，方世玉告诉母亲等人，方德已经被天地会总舵主救下，现在在波水潭，要苗翠花等人乘船去和方德会合，而方世玉要带着花名册去龙虎山替老爸完成任务。其实并没有什么天地会，方德也没有被救出，方世玉只是想骗母亲等人离开，然后自己去救父亲。刑场上，方德被押到行刑台上，百姓纷纷叫苦，鄂尔多扔下令牌要行刑。关键时刻，一支箭射了过来，钉在了柱子上，是方世玉赶到了，他拿出一把能同时射10箭的弓。几番下来，官兵瞬间死了不少。随后，方世玉拿出天地会花名册，威胁鄂尔多。两人约定，只要在绳子烧断之前，方世玉能打败鄂尔多，那么就放人；如果方世玉输了，那就把名册交给鄂尔多。双方交手数十回合，从地上打到地下。方世玉一看绳子烧断了一半，就想出去，但是鄂尔多拦住了他。方世玉直接使出无影脚，把鄂尔多踢飞。方世玉出来想要熄灭绳子的火，鄂尔多也追了出来。无奈方世玉扔出名册，引走了鄂尔多，这才拉住了绳子。但是复闸太沉了，方德让方世玉走，方世玉不肯。百姓看着这一幕，纷纷冲破阻拦，拉住绳子，要帮方世玉。而鄂尔多打开名册，却发现是假的，当即就下令杀了他们。关键时刻，苗翠花带人赶到，原来波水潭真有个天地会分堂。天地会陈家洛现身，救下了方德。鄂尔多冲上来阻拦，却被陈家洛砍断了辫子，然后一剑刺中了他的胸口。鄂尔多点燃炸药，想要同归于尽，好在苗翠花踢出鞋子正中炸药，而方世玉也扔出了长枪，直接扎中了鄂尔多。鄂尔多一命呜呼。方世玉少年有为，武功不俗，被陈家洛收为义子，带回天地会，成为反清复明的一份子。